几年前，熊武叔接任了帮主，佘岩本来就不服，而赌场归忠孝堂管。熊武叔没打招呼，直接去管教了下面的人。佘岩最要的是脸面，他肯定是挂不住。结果，赌场被罚了一大笔钱，荷官也被开除了。佘岩觉得不服，就找庄伯查账，证明自己没有贪污公账。那出千也是为了公，这就是屁话。所以自从那件事情之后，佘岩跟熊武叔就再也没说过话。佘岩底下那个虎将还放话说，要找人杀了熊武叔，推举佘岩当帮主。还有黑虎，我们不在师城这2年，黑虎出力不小，他们无远堂的伤亡也最大。可是因为黑虎年纪也最小，熊武叔经常拿他撒气。出事的那天，正好赶上了10天一次的大饭，轮到黑虎请客，他就派人出海抓了很多大鱼回来。结果熊武叔说，大饭，那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商量事情，根本不需要什么排场。所以黑虎准备的所有大菜，压根儿就没让上桌。熊武叔还抓住一点小事，一直在骂黑虎，据说骂得很难听。他这是敲虎震蛇。是啊，就是说给佘岩听的。所以那顿饭，大家吃的是不欢而散。出殡的时候，荣哥就说了：“你黑虎嫌疑最大。”前几天吃饭，熊武哥一直在骂你，饭后就在你的仓库里出了事，你少不了嫌疑。那阿荣呢？一定是为了钱。是，荣叔他2次交公账的时候，账目真的出了问题，熊武叔就怀疑他贪污，于是找庄伯去查，这一查，还真发现他挪用了，把熊武叔气得要撤了他堂主的位子。后来庄伯好求歹求，外加罚了一大笔钱，这才算了事。罚得重吗？荣叔把自己住的房子都卖了，才交上了罚款。阿荣最看重的是钱财，你让他把房子都卖了，他肯定是记恨在心。是，而且荣叔他在很多地方都混过，他可是认识不少拿钱杀人的主。熊武、金牙驹都是一刀毙命，肯定是专业杀手干的。阿爸说的对。大鹏呢？我不敢说。那肯定是和红颜有关系。来，儿子，你这回不做警察真是太好了。阿妈呀，买到2张去巴黎的船票，后天咱们一起走。为什么要去巴黎啊？我喜欢师城，阿妈你是知道的。我从小的理想就是做整个师城最厉害的男人。可是现在程辉回来了，我想了想，你不能待在师城，跟阿妈去巴黎。到了那儿，你想做什么生意，阿妈都支持你。我不想做什么生意人。我自打出生起，名字就已经记在山海帮的名册上了。我的志向，就是从最小的马仔做到帮主。儿子，你知道吗？程辉他是我大伯嘛。大伯最疼我了，把我送进最好的学校，从小就让我去欧洲。等我回到了师城，他又让我当警察历练一下。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呢一直不肯接任帮主，就是想让我在帮中先树立威信。他自己说的，培养年轻人，交给下一代，指的不就是我吗？少爷，少爷，怎么？有人来找你，是帮里的兄弟。好，阿妈，我呢现在是佘彦叔手底下的小马仔，我有可多事情要做了。哎，这个汤呢，留着我回来喝，我走了。哎，儿子，少爷说，你再说。少爷，他们在哪儿？
就在那边。当然，家伙啊，你过来，去买6杯咖啡，送到警局一个姓苟的手里，把地址告诉他。好，明白。尽快去。好。这当警察本来就够危险的了，现在当马仔岂不是更危险？可心，你去跟上他，看看他去做什么。是。听见没有？拿出来！快拿出来！跟你说话的，拿出来！快点！拿过来！明目张胆的要保护费。是啊。这点不够。真的没有钱？少废话！他们什么帮派？青龙帮。青龙帮啊！这么小的帮派，敢挑战山海帮？就是觉得我们跟山丁仔必有一战，赌我们顾头不顾尾。那个小马仔可靠吗？他挺机灵的。那警察怎么还没来？干这事不得躲着点警察吗？那是没脑子的人。哎呦，大哥，你再宽限几天，我下次一定多交啊！上！多交的。哎，我告诉你，下次我再来。谢谢啊，刘警官。没事，兄弟们辛苦了啊！距离啊，后退，后退啊！好，你老实点，别拍照，敢起出来，我砸了你报社！干嘛？拿来！刘振东，是我，怎么了？真的是你啊？我？你谁啊？我们小时候都住在孤立街。我叫你爸二叔，你叫我爸大伯。南平，程南平，是我。不是说你当了警察吗？这是我走，东哥，进去啊！走，快点，走，快点！我帮警察抓人。啊，刘振东，嘿。谁呀？你做这龙眼茶是真好喝，它有这罗汉果的甜，还有冬瓜的清香，外面还真喝不到。你有5年没来过我家了吧？哦，自从那次，红颜，能为你去死，我很开心。就这样吧，别救我了。不行，让我跟熊武怎么交代？就这样拉着我的手，送我走。是，你替我挡过子弹，我欠你一条命。我不要你的命，我要你的人。我有2张去巴黎的票，明天我们离开这里。我哪里都不能去，我必须找到凶手，给你和山海帮一个交代。我不需要交代。哎呀，这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听你说熊武打你，他怎么会这样呢？是擦肩而过梦一场，却奋不顾身的信仰。既然你问起，我也就不怕丢人了。这些年，熊武总是喝大酒，喝醉了就回来打我，我反抗，
拼命的打，差点没打死我。你不相信吗？你是需要人证，还是医生证明？这怎么可能呢？兄武那么爱你，又尊重你，他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因为我跟他说，我心里只有你。这话你真不应该说，你是他的未亡人。2年前我就跟他办了离婚手续，我要回了家里的房门钥匙。跟着我做什么？不是让你早点休息吗？不是阿爸，市城太危险了，大晚上真的不放心让您一个人出门。你是怀疑红颜，怕我在他家里出事？不是，不敢。这么晚了，你让兄弟们来做什么？他们乐意。对，陈老大，能拿你，兄弟们开心啊！来，阿爸，辛苦了啊！哎呀，走，走了。走。车拉的不错。哎呀，就是这车，太旧了。是旧了，所以有时候客人都不爱坐。哎，这样的车交多少车费？这辆车不用交钱了，从上个月帮你通知我，这车归我了。这还得感谢陈老大对的规矩啊！啊，那就是说挣了钱都可以拿回家了，所以舍不得换新车。这倒也不是，这辆车拉久了，顺手不舍得啊。那要是卖给我呢，舍得吗？舍得。等等，我们商量一下价钱。来，把车拉进去吧。钟信啊，我记得你跟我说，阿贵好像有个侄子是学修车的。啊，是，他有个亲娘家的侄子，3年前过番来，就安排在我们车厂当学徒，现在应该是出师了。明天一早让他来见我。好，来帮忙。好，好嘞，来，走。好，去忙吧。You told me you would gain control of Shanghai Gan once Liu Xiong is dead. And then we could crush the others one by one. But now thing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out of hand. You also told me that you would replace Charles as the new superintendent. If we join hands, the city will be ours. But now what? Looks like nothing be done yet. But I already heard good news that Charles is on his way out. Now it's up to you. It's not going as planned because Chen Hui is back. But I can rid of him, no problem. After all, he's out in the open. And how do you plan to get rid of him without help of law enforcement? That old fox isn't a sword that follows the law. 请问，在哪里拜见陈老大？人都见到了，还拜什么拜？你就是陈老大，阿想给陈老大磕头。哎，不用跪，不，要磕头的。我姑姑说，她当年过番来能活命，全靠你救济。现在我过来了，再干个1年半载，就攒够钱回去娶媳妇了。我得谢谢你啊！不许磕，请你来是做师傅的。
哪有师傅给徒弟磕头的？过来，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是个拉洋车的。现在我想把这辆破车啊，改成新样式，我自己可真不行。你行吗？你行，我就拜你为师。我可以试试。太好了，来。裴警官，我凶不凶？凶。去。踏破脚下路，生死间有抱负，道一切不输，去正义是我的抱负。海浪逃不出，时间趁血凝住，不流泪不回头，半壶老酒灌云。有人吗？青龙帮的兄弟们都在哪儿呢？你们这个是干什么呀？我是来拜访的，你们不应该先请我喝杯茶吗？刘振东，你来干嘛？你应该就是李帮主吧？你们号称青龙13妖，1、2、3、4、5、6、7、8、9，算上昨天被警察抓的那4个，你们人应该齐了吧？你这小子好大胆！你不当警察是假的，你跟警察一起算计我们兄弟是真的。现在你自己送上门来了，兄弟们，砍死他！说得好。但是砍了我，这4个人还回得来吗？我是带着诚意来的，可以搜搜身。没有。信我，我们就坐下来好好聊；不信我，现在就砍了我。昨天晚上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少爷说马仔就是给老大分忧的，不能什么事都说。你们这些人真是没有脑子！让他一个人去青龙帮，万一有事的话，你们全都给我陪葬。是，我知道错了。别动！把人交出来！沈演叔，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李帮主，这位是。认识。佘堂主嘛，久仰久仰。按你的想法，那缺的东西可多了，要不你让我回车厂找找去？那要花钱买。得了吧，说是你用，谁还敢要钱啊？一码是一码，人家也是买卖，拿点钱来。拿着。阿强，记住2点啊。第一，不要买新的，要学会废物利用。第二，要跟他谈价钱，把成本给我压到最低。好，明白。曼迪，哎，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哦，阿贵姑，陈老大让我来的。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你让他一个人打4个人，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你给我都说懵了，一个人打4个，他在忠孝堂跟着佘岩，怎么会有这种事呢？阿贵亲眼见到的，要不是警察来得早，他早就没命了。你别着急啊，我打个电话问问。你等会儿，他听你的，你帮我劝劝他，让他跟我去巴黎。明天，你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到船上去。
去巴黎是挺好的事，那他为什么不同意啊？还不是因为你，从小你就教育他，生是山海人，死是山海鬼，一日山海人，一世山海魂。这次他不做警察了，也是听说你要培养下一代，你这是培养他吗？你这是送他去死！常老大，大哥。什么事？大哥，我向你报个喜，振东是真有两下子，单挑青龙帮，毫发无损，大获全胜啊！大哥，程老大，程老大，红颜姐，人家是来兴师问罪的，我是怎么跟你交代的？你怎么能让他去打打杀杀呢？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啊！大哥，你交代的清楚，我也安排的明白啊。振东过于悲伤，有他气头上，先顺着他吧。大哥，你放心，我一定带好振东。什么事都不要给他安排，晾着他，让他觉得无聊，自己离开山海帮。大哥，熊武走了，振东这孩子不能有半点闪失，明白吗？我给他安排的就是闲差，而且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真的是让他管着振东的。振东说什么他听什么，有事都不跟我报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我儿子人呢？昨天晚上出去，他到现在都没回来。红颜姐，你放心了，振东带着青龙帮去警局接人去了，他都打好招呼了，交点钱就放人。振东一个人就收编了一个帮啊！是这样，青龙帮表示愿意并过来，就落在我忠孝堂下。其实啊，青龙帮跟我们有点摩擦，还趁乱抢了我们的地盘，但振东出手就把他搞定了，永绝后患啊！大哥，你说了吗？你要培养人才，振东真的是个人才。大哥，我有想法了，跟你商量一下。哈哈，红颜姐，振东天生就是帮派里的人物啊，拦可是拦不住的。再说他宰了吴阿南，整个师城都知道了。是我说错了。兄弟们，李帮主交代了，以后东哥就是我们的老大，谁都不许记仇，知道了吗？知道了。我们干杯！干杯！想吃什么随便点，算我的。好，谢谢东哥，来，下个来讲。肉骨茶，拿一些点心。郑 Sir， 我原来的上司，我去打个招呼，大家慢慢吃。郑 Sir， 这么巧，你也来这儿吃饭？我都伤成这样了，你也不说来看看我这个郑叔叔。哎呀，郑 Sir， 什么样的枪林弹雨你没有经历过？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警服说脱就脱，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我这个当总警长的只好亲自过来看看。亲自过来看看我？我哪有这么大的面子呀？诚惶诚恐啊！你从小就喜欢帮派，如今如愿了，恭喜你啊，收服了青龙帮。这你都知道啊？不会是派人跟踪我了吧？跟踪倒没有，但是你大少爷平时名气大，在警察局里有你的内应，抓人放人你一句话。我这个总警长呢，如果还不知道的话，那也太不称职了吧。警局里的弟兄们都是秉公执法，不过见到我还是要给几分面子的。谁让我给他们喝了几年的咖啡呢？人情世故。好，我们两个以前那个约定，
你还记得吗？我在警界，你在江湖，我当总警长，你当山海帮帮主，我们两个就可以撑起整个狮城华人的天下。可真佩服你啊！这句话，你还有脸说得出口？你当年的计划是让我阿爸退休，最坏的打算是坐几年牢。可现在他死了，你个骗子！我抓他坐牢，劝他退休，不就是为了让他多活几年吗？但他不听啊，还四处树敌，那谁帮得了他？你胡说！我阿爸是你害死的。你有证据吗？我会找到的。我还怀疑是你干的呢。你跟熊武的所谓父子关系是什么样子，自己心里清楚。你喊了这么多年的爸，不就是为了当帮主吗？可他让你回去当个小弟，你能受得了吗？还有，他还打你妈，还差点把他打死。所有人都知道你最疼你妈了，所以杀人的动机你比我大。哼，我还真有点好奇，到底是你自己动手的，还是找的别人呢？你闭嘴！你还是小心点吧，不要让程辉知道，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可不管你是谁。还是跟我合作吧，我毕竟是那个可以帮你坐上山海帮帮主的人呐。用不着，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哎，看到陈老大了，陈老大来了。陈老大吧，陈老大。郑少爷，一向可好啊？你这称呼有30年没听到了。30年前你常雇佣我的车，可没少照顾我的生意。最近我常常想起你，感恩呐。当时你也没少帮我，我从一个普通警员做到警长，多亏你山海帮一路支持。2年没见，你也没什么变化。你可是比2年前年轻多了。因为你不在石城嘛，我省心。是吗？开玩笑的嘛。对不起，对不起。哎呀，你这受了伤，真是。你也不问我是怎么受的伤。我要是问了，你一定说拜我所赐，我又何必多嘴呀？真是缘分啊！没想到在这里能碰到郑 Sir。你这孩子也真是不懂事，都约了你郑叔叔了，怎么没告诉大伯啊？没提前约，也是缘分啊。对不起啊，今天我实在太忙了，改天我一定请你吃饭。那肯定要请。你们山海帮最近没少给我添麻烦。一言为定。都坐吧，跟我出来。好的，好的，好的，让他们走。大伯，一个打4个，你现在很厉害啊。哪有啊？大伯你也知道，论打架的话，钟信哥更厉害一些。我说的是事实，你看你这练的，从小我也没少挨他欺负。来找你不是跟你开玩笑，你阿妈买了2张明天去巴黎的船票，让你陪她一起去。我觉得这事很好啊。不是大伯，你看，这当是陪你阿妈去散散心。不，大伯，你回来了，山海帮看上去是稳定了，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不能走。生是山海人，死是山海鬼。行，这2句话以后不要再说了，你阿妈不爱听。一日山海人，一日山海魂。干嘛？你喊给谁听呢？你现在是成人了，大伯不能决定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你是个孝子，你阿妈很担心你，该怎么做，自己决定。阿爸，这没了汽车呀，还真是不太方便啊。有什么不方便的？在清迈不是一直靠2条腿吗？习惯了。对了，阿爸，我们现在去哪儿？哎，对了，我记得这附近有个旧车行，
专门卖那洋人骑破了、撞坏了的自行车。对，就在下条街。这边吗？对。嘿，程大哥，哎，干什么呢？阿奇，让开。林大哥，程大哥，你还记得我姓什么？我真是感谢你。这我怎么能忘呢？找我有事啊？程大哥，你德高望重，要是可以来给我儿子证婚，那我面子就大了。儿子跟儿媳妇都会一辈子孝顺，养我的老。孩子在做什么？那小子还能干嘛？不就跟我一样卖鸡饭？那铺子就开在黑虎老大的街面上。阿七啊，哎，这次大饭该谁请了？轮到荣哥了，跟他讲一下，我请。吃饭的地方就安排在老林儿子的大排档，你去通知他们。好嘞，来。把你刚才想讲又没敢讲的话都告诉我。明天程辉会派人把你绑上船。不会，他说了，让我自己选择。小姐，要不……刘振东，你从小到大，阿妈从来没打过你，也没对你说过一句狠话。今天，阿妈把话放在这儿，你要是不跟我走，咱们母子俩这辈子恐怕再也见不到面了。有情况吗？没什么情况。本来是我应该请客的，大哥说要请，我还以为什么好地方，这个地方也太老旧了。哎，哥，这被人刚砸过啊！阿荣啊，老大请客，吃什么重要吗？那是自然了，大哥爱吃的鸡饭，当然香啊。不，可是那个他一个人做，哎，我们要等多久啊？快了，来，小林，把那个拿过来。啊，好。好饭不怕等，咱们正好叙叙旧。这山海帮刚成立之际，就有了正副帮主。这副帮主称二路元帅，白山市军师，财富管着钱。5年的时间，帮派做大了，人也多了，就决定开设了堂口。六六哥，这4个堂口的名字可都是你起的，别有深意。来，今天再跟大家讲讲。风云堂，取叱咤风云的意思，既对外做生意，也负责侦查情报。首任堂主黄金湖，为了兄弟们推着1车的炸药和海盗同归于尽，最后连尸首都没有找到。大鹏啊，你做了第2任，一直做得不错。忠孝堂，取忠孝两全的意思，主要负责惩治内奸，抚恤兄弟。佘兴旺，我们的佘燕兄弟是首任堂主，一直是尽心尽力。大哥，是我应该的。侠义堂，取侠肝义胆的意思，负责帮扶百姓和培养新人。阿荣也是首任堂主，当时定你的时候，很多人不同意，我还是坚持了。知道为什么吗？说我比其他兄弟多读几天书。可不是几天呐，帮里兄弟大字不识的都有，你读过师范的？对呀，山海帮要想做大做强，
就一定要把读书人带进来，不然怎么能把培养新人的重担交给你啊？我这些年做的不好，不用过度谦虚。威远堂，取威名远扬的意思，既负责外交礼仪，还要负责在战时御敌。黑虎啊，你是第3任堂主，前2任为了山海帮的兄弟都走了。我提议以茶当酒，敬所有为山海帮走了的兄弟们。程老大今天好像有些伤感，有什么要对兄弟们说的呀？没什么正事，更谈不上伤感。这10天一次的大饭是我们早就定下来的规矩，一来啊是跟兄弟们之间沟通一下感情，二来呢不管各堂口有什么好事还是坏事，都晾在桌面上，我们说一说。今天谁先讲讲啊？大哥，我讲吧。各位大哥，镇东收了青龙帮，这歹事就破了。我相信山海帮自程老大之下，还没人能做到。大哥，你刚才说阿荣读书读得多，镇东读书更不少啊，起码留个洋啊。现在我这条腿废了，这堂主也当了好几10年了，我心甘情愿让出来给镇东。你舍得吗？舍得，大哥。换了别人我不舍得。镇东是我们山海的遗孤，对山海帮忠诚，这一点我就不用讲了。如果论孝，他亲手宰了乌阿南，他是忠孝两全，我舍言衷心佩服。六哥，你的意思？直接当堂主也快了点。对呀，关键是刚脱了警服，那又怎么样？六哥，你的意思？直接当堂主也快了点。对呀，关键是刚脱了警服，那又怎么样？当我的副堂主，你们还说不吉利？好像也太快了。阿荣，4大堂主各有一个副堂主，3虎将如今是。我虎将是有一个职位空缺，镇东要是来我这儿的话，全凭大哥一句话。来，大哥啊，这个时候上菜，你有没有点眼力？去，对不起。来的正是时候，饿了，大家边吃边聊。哎，我来。来，哎，对不起，你小子在干什么？对不起。都是你下的，坐下。大哥，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小舅子很爱喝酒是吧？是。喝醉了就去收保护费，人家小林子马上要结婚了，没给钱就把店给人家砸了，还限期让人家滚出这条街。有这种事？黑虎啊，你刚来石城的时候多大年龄？15还是16？16，虚岁。个子很高，很结实，也很勇猛。还记得那年跟玄虎门在麻油街我们以少打多的那一战吗？是因为被偷袭才会输的。所有的兄弟都挂了彩，我们还躲进了何老板藏兵的山洞。对呀，差点冷死了。不仅仅是冷，还饿。在我们最饿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人给我们送饭？当然记得。哟，一个小推车，1大锅的鸡饭，我一口气吃了3大碗，那个美味啊！哎呀，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吃，你现在就吃，还是那个味道。送饭的就是他爷爷和他阿爸。
黑虎啊，现在狮城的每一条街都是政府的，什么时候变成你小舅子的了？大哥，我知错了，我明天就到这条街去教训他，让街坊们都知道，他胡作非为，跟我们山海帮没有关系。你小舅子年龄也不小了，从你老婆死了以后就一直跟着你吧？他没入帮，可我也赶不走他。整天这么无所事事行吗？冰城那边的鱼档生意不错，明天让六六哥给他写封信，带着到那边好好的学做生意，叫他做好人，这样你才能对得起你死去的老婆。小林，你给我站好！我现在替我小舅子向你道歉。不敢！以后有人敢到你店里捣乱的话，你就提我名字。大哥，来，慢走，小心，慢走，大哥，大哥再会。大哥慢走，谢谢大哥，慢走。林大哥，哎呀，程大哥，这个我不我能收。请兄弟们吃饭，你要是不收钱，我很难看的。可是你要是不拿，我就不给你儿子证婚。都听着啊，过2天他儿子成婚，你们都来捧场啊！好。谢谢程大哥。黑虎啊，大哥，当着众兄弟的面，给你下不来台，不会怪罪大哥吧？大哥说什么？我没事。都散了吧。นายยังไม่ลงมืออีกเหรอตอนแรกว่าจะลงมือแต่มันกับสารวัตรเจิ้งเป็นเพื่อนสนิทกันมานานผูกพันกันมากนายซักออกไหลตามเขาเพื่อหาโอกาสใช่ไหมอาชีพแบบพวกเรานะโอกาสสำคัญที่สุดอย่าพอแค่จะเอาชีวิตคนอื่นจนทำให้ตัวเองเกือบตายเพราะงั้นจะทำอะไรต้องรอบคอบให้มากๆจะ给你找你来干嘛ถ้าโชคดีหน่อยพรุ่งนี้จะ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ที่เราลงมือนายทำอะไรอยู่ทำให้ได้โอกาสที่ดีขึ้น少爷，等等，我阿妈睡了，别去打扰她。少爷，你难道要在这里过一晚上吗？我没事，你快去收拾行李，明天一早带她去巴黎。我命贱，根本不值一张船票。这么多年，我阿妈一直都是你照顾的，我们早就把你当成一家人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再不收拾的话，明天一早就来不及了。哎，对了，阿强那边我会去说的，快去吧。行，好了，我试试。哎，这师傅就是师傅，做的给好啊！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完成了，明天我就骑着它上街。哎，阿妈，早安。小姐，少爷都跪了一晚上了，他不让我告诉你。你这是宁可死也不愿意跟我走的。阿妈去欧洲，我留在石城。这石城有什么可留的？石城山海帮
是大伯，还有阿爸那一代人，流血拼命打下来的，得有人接替。小的时候，别人都叫我少爷，我还洋洋得意。是阿妈你说的，男子汉，想让别人看得起，就得闯出一番事业，打下一片天地。阿妈说的对，我做给你看。靠山海帮，有何不可吗？儿子，你知道别人为什么叫他们黑帮吗？因为那些人怕山海帮。不全是，在山海帮做错事是要接受惩罚的，要按帮规处置，到时候谁都救不了你。山海帮的帮规，我小时候就懂，有些规矩确实不合理，将来我改了它。阿妈就问你一句话，你忘了你对刘玄武做了什么？阿妈，我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是你不说，又有谁会知道呢？我是他儿子，谁会怀疑到我？阿妈，现在船票可不好买，就让阿贵姐陪着你一块儿。你给我点时间，2年，就2年。等你回来了，我一定当上山海帮帮主。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阿妈，你的家族曾经在石城，那是最有势力的，是洋人。洋人诈骗、巧取豪夺，害死了外公还有舅舅，就连你，也差点被人贩子卖到三藩去。要不是山海帮，你怎么能拿回属于自己的家产？儿子，我从小就想当英雄，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为阿妈撑腰。我们华人不能总被人欺负。阿爸，哎呀，给个好啊！这衣服烫的真平整，瞎烫。你这舞枪弄刀的手，不仅能当大厨，还能干裁缝啊！哎，好，阿爸，您真的要穿这样出门吗？怎么了？小心啊，小心！你看这个新鲜哦，有意思啊！我先试试。好。你瞧。平儿，你让他来的？没有啊。哎，平儿，给我。平儿，招呼都不打一下就走了。主编让我给山海帮写个报道，点名要采访你，要不然我才不来呢。省得你怕这怕那。那你更不能走了，你还没采访呢。不用了吧，这张照片就够了。蹬3轮车招摇过市，重塑狮城大佬形象，这标题怎么样？不怎么样。你看，又生气了。
行，爱怎么写怎么写吧，反正你阿爸出门做生意。做生意？是。好，那我就照顾照顾你的生意。哎，平儿，赶紧下车，你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以后别再说为我的安全着想了，我在市城有警察保护着，我挺安全的。来，南平，你坐我车，我带你兜风。我就喜欢坐这辆改的不伦不类的脚踏车。怎么，你们山海车队做生意还要挑人啊？我已经坐在上面了，赶我走，那我可要写在新闻里。南平，那你就坐好了，阿爸带你兜兜风。阿爸刚来石城，第一单生意就是拉洋车，车呢是车主的，阿爸只管卖力气，一天下来也能解决温饱。后来阿爸呢，为了拥有自己的车，就参加了拉洋车比赛，就是在每个车夫的身上标上号，然后那些有钱人呢，洋人按照号下注。那岂不是跟赛马一样？对，差不多吧。为了到达目的地，他允许你啊走近路、抄小路。阿爸没几天就把那条路给摸清楚了。谁知道比赛那天，被人在我选的那条路上撒满了碎玻璃。后来我才知道，有钱人下注啊，都压在了范帮人高脚汉的身上，所以就给我，使绊子呗。我记得那个时候车夫们拉车都是光脚的吧？我也是光脚，就那我也拿了第一，赢了一辆新车。那岂不是你的脚都被扎烂了？所以才认识你阿妈呀。你阿妈那时候啊，一边读书，一边在一个小诊所里当护士。你年轻的时候长得很帅吗？阿妈一眼就看上你了？那不是看上的，是可怜。她怕我脚上的伤啊，要了我的命。因为在这之前，她遇上了一个在工地上拉水泥的红头巾姐妹，因为脚上扎了钉子，没及时治，结果人就走了。那这些事情小时候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呀？哼，等你懂事的时候啊，山海帮已经有了自己的车队，每个兄弟不管是受了伤、得了病，都能有个地方治。跟你说这些干嘛？让闺女心疼我、可怜我啊？从我小你就是山海帮帮主，气派得很，谁也可怜不到。你不知道吧？你出生那一天，我、你二叔还有20多个兄弟，被海盗围在了仓库里。我们没有合适的武器，海盗们用的却是枪。你们怎么得罪的海盗啊？我们得罪的是毒贩。那时候在石城，有人走私劣质鸦片，专门害卖苦力的乡亲们。我们得到了消息，就围住了那个仓库。谁知道人家呀雇佣了海盗，凤英堂堂主黄金虎，就是忠信他阿爸，推着一车的炸药，和他们同归于尽了，这我们才得救。所以忠信从小也跟着我叫你阿爸。那看来你们以前也是常做好事的，可后来为什么变成黑帮了？阿爸从来不认这个黑字，山海帮的帮是相互帮助的帮，帮衬的帮。因为交不起保护费，经常被人欺负，我们只能绑在一起，保护自己。可是你们后来对抗政府、对抗警察呀？那是瞎说，我们从来没和政府和警察作对过，只是当中有些人心黑，办事不公的。算了，不跟你讨论了，你总是有理。不过你这车骑得倒是挺稳的。哎，不仅稳，还骑得快呢。石城大大小小的街道，你阿爸都熟。平儿啊，最近来石城做生意的人多吗？多呀，这1年来增加了5成呢。嘿，那码头肯定热闹，阿爸带你到那里去看看。好。阿妈，你就放心吧，等你回来，我一定好好的。阿桂姐，就拜托你了。放心吧，少爷。阿妈，你走了，我才更安全。去吧。
哎，你看，那是不是陈老大？哎，怎么可能啊？胡说八道！哎，兄弟们好！后面跟着的是中信，就是陈老大。果然是陈老大。陈老大，你这是？你们看到没有？中信啊，年轻力壮，却追不上我一个老头子。为什么？我骑的是3个轮子的，可他靠的是2条腿，那能追上吗？陈老大，其实这个东西早就有了，可我们山海帮的黄包车，在石城他首屈一指啊，山海车队的老招牌不能倒啊。谁跟你说的？换了脚踏车就不是山海车队了？我这辆车啊，它就是黄包车改的。我买了一辆旧黄包车，又买了一辆报废的自行车，就在我们自己家里。